正在这时，亲友们也已先先后后的到来。我们预先叫了茶担，所谓茶担是由士气店承办的，他们一共来了3个伙计，带了茶炉和有盖的茶杯，负责煮茶敬茶，在坐席时负责烫酒倒酒。从前宴客都用黄酒，必须烫热了饮。一副茶担，3个工人，例费2元4角，临走再给6角钱小账，已经称谢不绝。此等古风，今后见不到了。到了7时，亲友们差不多已到齐，小孩子时居其次。乡绅们最早到的是姚子让，他是有名的酒仙，不醉无归，所以人们称他为姚天亮。姚氏坐定，就对我师父说：“你今天谢年，只请1桌酒友，那是不够热闹的。我已经带你多约了2桌了，等一下都会来，想来你一定欢迎的。”四父听了他的话，临时多了2桌，脸上露出啼笑皆非之状，但是口中还是不断说：“欢迎，欢迎。”四父一想，这2桌人一来，至少要多吃4坛黄酒，急忙叫士气店的伙计先多排2张八仙桌，又关照厨师要多添2桌菜，同时再叫了6坛状元红黄酒，每坛是50斤。那时的家常筵席，每桌是10元，而1坛酒倒要17元几角，未免有些肉痛。安排既定，大批酒仙已经纷纷光临，都是池域南市的士绅，他们唯一的嗜好就是饮酒。彼此寒暄几句，姚子让已经嚷着叫茶担烫酒，同时还指挥厨师先上几只送酒的冷盆。霎时之间，3桌人已经开始你一杯我一杯的饮起来了。3杯落肚之后，猜拳之声四起，用饭碗代替酒杯，一饭碗刚好是10杯，由10个人坐庄，先各饮一饭碗，这是坐庄的规矩。先要存酒100杯，然后开始向个桌挑战。从这时起，一片5金葵6顺风，全家福之声响震屋瓦。他们对菜倒很随便，倒是黄酒要一大碗一大碗的下。谢年和吃年夜饭的时候，大家开口闭口都要讲吉利话，讲错了要受罚的。有一人大醉，像喷花筒般呕吐起来，大家笑说：“放花筒哉，大吉大利。”旁边一人说：“死快哉，饮1斤老酒已经受不住了。”此人提到了一个死字，大家都怔起来，认为出言不及。姚子让像家长执法一般，在口袋中取出2张草纸及厕纸，说这一句话大不吉利，一定要开屁股。即时3、4人围着那说错话的人，用厕纸在他的口唇旁作势抹状，大家又是哄堂大笑。就是厕纸，都是黄色用到柴做成的方形纸张，每一刀约50张，计铜元2枚。此一风俗，我在幼时已经过。大年30晚上，我母亲拉我们兄弟进厕所，用草纸袋我们抹嘴，口中说：“小狗放屁，百无禁忌。”这般的闹到深夜11时，送神仪式开始，爆竹和高声齐放，爆竹之声越响，他们的拳声就越高。可是大家都已饮到东倒西歪，7颠8倒。小孩子们吵着要回家，我母亲预先准备许多红封包，叫做压岁钱，点清了孩子的数目，交给他们的母亲，要放在他们枕头底下作为压岁。谢年之后，长辈都要给小辈压岁钱，有时年底没有见面，到新年见面，称为拜年店。这一回，我母亲派给每一个小孩1包糖，1个银元作为压岁钱，亲友们都认为很阔气，母亲也展颜大悦。
这是上一个时代的风气，酬神之类的事，既近迷信，但也是旧时生活上的情趣。我也乐意地依着长辈们的摆布，全无反应。